阁老，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二位大人，你们倒是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是我无能，中了对方的圈套。什么？圈套？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他为什么要挟持太子。他就是想让皇帝亲眼看到太子与逆党在一起，从而达到灾害太子的最终目的。可他为什么要陷害太子呢？难道是皇帝的意思？绝不会。皇帝虽然有所怀疑，但是绝对不会授意内卫构陷太子，这当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当时事态万分紧急，我已经来不及仔细询问情况，但是我想这中间一定会有隐情。现在李圭自刎，太子羁押，恐怕很难再搞清楚了。你们说了半天，太子呢？太子怎么办？现在形势是万分凶险，如果我们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太子的清白，那不光太子的性命难保，恐怕李唐的天下也要就此终结。大人，求求您了，一定要救救太子啊！是啊，今天在现场，我之所以出卖太子，原因有2个。第一，皇上生性多疑，如果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太子身上，他反倒会不相信，这样就为我们日后营救太子埋下了一个伏笔。第二，如果我强项替太子辩解，那么后果就是不但太子难逃干系，连我也会被抓进大牢，这样外面就没有替太子申冤辩解的人了，这样也就正中了对方的下怀。现在我们留下了，太子就还有救，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，我就不相信这当中就没有破绽。大人说的对极了。李将军，元芳大人，我回来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回来的正是时候。我跟踪那2个黑衣人来到湖州城中，发现他们走进了一座朱漆大门的院落。天黑后，我趁夜色进入院中，令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皇帝竟然在那里，正和一个紫袍人说着什么，我便伏在了屋顶上。就这样听到皇上与紫袍人的对话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大人已回到湖州，想到再去刘家庄通知大人已经来不及了，因此我就决定单独行动，夜闯玉碑巷，伺机救出太子。李贵，你到底还是说出了书的下落。我落入了他们的手里，是他逼我这么做的。什么？当时你在场，也就是说屋中的情形你都看到了。是的。太子说院内杀声一起，屋里的灯就黑了。不错，太子并没有说谎。救出太子！殿下，殿下，阁老，殿下，您可来了。您还好吗，殿下？本来我想，既然大人来了，太子也就安全了。
可谁想到太子还是没有逃脱被陷害的厄运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追踪紫袍人到了城西头的月兰老店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当时越王非常恐惧，自知仓促起兵，定然败势，于是便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宝和假账物资，藏于湖州的翠屏山中。翠屏山，就是刘家庄后的翠屏山？应该是的。越王将藏宝图一分为3，分别藏在了3本蓝山记中。这书倒挺有意思。本来我想冲进屋里将其抓获，可是又怕打草惊蛇，于是先回到这里，向大人禀报。远方，哎，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远方，这一拜你一定要受，这是替大唐天下、替太宗皇帝、替先帝感谢你挽狂澜于危急之中，救唐氏于覆巢之下。好了，大人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我是怎么力挽狂澜的？我们也不明白。这个紫袍人为什么要灾害太子？就是为了蓝山记中的藏宝图。藏宝图？正是。这3本蓝山记中有一份藏宝图，这份图牵涉到一笔巨大的财富，是越王留下的。哦，我说那个紫袍人怎么从书中取出了图纸啊？正是。他从吴孝杰手里拿到了第1本蓝山记，在刘查理那里得到了第2本，而第3本呢，在李圭手中。这个李圭是个附唐的狂热分子，他既不是吴孝杰，也不是刘查理，他不怕威胁，不吃利诱，简直就是个铜豌豆。但是只有一个人能令他开口，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太子。正是，只有见到太子，他才会说出书的下落，
于是紫袍人便策划了这个阴谋，劫持太子，诱李圭说出书的下落，而后将太子、李圭和刘查理的尸体通通让皇帝发现，这样他既向皇帝交了差，自己又得到了书中的藏宝图。您是说他要私吞宝藏？是啊，这正是他灾害太子的原因。对他来说，太子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些财宝，而皇帝关心的只是太子对他是否忠心。紫袍人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，才设下了这个精巧的圈套。皇帝得到了太子谋反的真凭实据，而他得到财宝，这就叫各得其所。难道皇帝不知财宝之事？当然不知，这种事怎么能让皇帝知道呢？可我们都知道，一旦大人进宫，说出蓝山记之中的藏宝图之事，那他不就完了吗？你还是太年轻了，皇上现在是什么都听不进去，什么蓝山记，什么藏宝图，说了只能令他觉得你是在为太子开脱罪责，那么你马上就会得到一个逆党同谋的罪名。今天你们都看到了，我不是险些就做了刀下之鬼吗？是啊，皇帝本来城府极深，可今天身为天子，当着所有的卫士，竟然说出了张怀太子那样的话，可以想见他心中的愤怒已经无法言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人替太子说情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而紫袍人非常了解皇上，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，于是他大胆地隐瞒了宝藏之事，只待皇帝一离开湖州，他便立刻开始行动，取出宝藏，改头换面，逍遥法外。好一个滴水不漏的计策！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恰恰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。此事办得不错，朕有封赏。谢陛下隆恩。臣有一事想祈求陛下。你说吧。此案从2年前始，到今日结束，整整2年时间，臣从未回家看过，因此想在皇上驾前告假，回乡探望。此乃人之常情，有何不可？准你2月假期，明日即可启程。谢陛下天恩。微臣等恭送皇帝圣驾，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
现在，该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了吧？果真是你，不错。在下那位辅政五品牵牛背身许世德，你就是这件事情的元凶首恶。徐大人，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中吧？是的，真想不到会功亏一篑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儿来？因为最后的一本《蓝山记》就在这儿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。谁？李龟在出事之前把书交给了谁？刘传林。你没死？是的，我没死。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疏忽，断送了你的整个计划。怎么，你还不明白？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。2年前，李龟潜入京城去找太子，想让太子起兵，但是太子严辞拒绝了他。他一怒之下离开了太子宫，恰恰被你率领的内卫发现，你就上报了皇帝。皇帝命令你严加监视，于是你便跟踪李龟到了湖州刘家庄。怎么这灯都灭了？你是谁？你是哪位？刘查理贪生怕死，供出了李龟和吴孝杰的关系，以及越王藏留宝藏之事。从那一刻起，你便起了贪心，于是一个嫁祸太子攫取宝藏的阴谋诞生了。你先是逼着刘查理交出了他自己手中的那本《蓝山记》，而后你又命令他引诱李龟交书。不想李龟却没有中计，无奈之下，你只得下令扣押李龟。但是你们的密谋被公子刘传林听到了。殿下，殿下林，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我爹投靠了朝廷的内卫，庄子已经被他们团团围住，马上就要来抓你了。什么？传林，有件事情我要交给你。殿下，你说吧。传林，这件东西关乎礼堂国运，你一定要收好。你们扣押了李龟，搜遍了整个的房子，也没有找到那本《蓝山记》。于是你又命令刘查理严刑拷问李龟，而你呢，则回京向皇帝密报。陛下，臣手下的内卫亲眼看到越王逆子李龟走出了太子宫，而后
赶奔湖州而去。因此，据臣判断，太子与越王救逆一定有着极大的关联。有证据吗？如果要得到真凭实据，恐怕就要详加查查。你需要什么？首先，臣要能够卧底在太子身边；其次，要内卫全部监控湖州县。准奏。谢陛下。于是你便以校书郎的身份混入太子崇文馆，刻意与吴孝杰接近。徐士德，你何尝是要查太子之事？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越王的藏宝图。不错，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。所谓太子，不过是我蒙骗皇上的障眼法。然而你没有料到的是，吴孝杰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1年多下来竟没有漏半点口风。而恰在此时，皇帝催问你太子之事查得怎样，你无法交代，于是便设下了一个骗局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丁九，两道。走。殿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几天我发现情形有些不对。什么意思？似乎有人盯上我了。哦，是内卫吗？也许吧。所以我想把这本《蓝山记》暂时寄存在太子这里。不可，不可！孝杰，你听我一言，立刻将此书焚毁，免生后患，也断了立归的念头。你用诈术使吴孝杰感到威胁就在身边，惊恐之下，他便想到了托朋友将蓝山记带到湖州刘家庄。由于白天怕被人跟踪，他便与那位朋友约到深夜，在长安城中的西江池见面。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你的手下刘大。李全，东西带来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的声音不对呀！你不是李全。然而你最了解吴孝杰的为人，你知道他绝对不会带真书去见李全，于是你让刘大只是刺伤了吴孝杰。果然如你所料，吴孝杰重伤之下爬回了崇文馆，临终前将那本藏有宝图的《蓝山记》托付给你，让你送到湖州刘家庄。什么事？在这个书库的南墙下有个暗格，里面有本书，叫《蓝山记》。这样，你的手中就已经有了2本《蓝山记》，所缺的就是李龟手中的那一本。你在临行前故布迷局，做成了你与吴孝杰互杀身亡的假象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宗政府介入进来，彻底查出吴孝杰的身份，从而将矛头指向太子。不错。你到湖州之前，内卫已经将这里全部监控，你则是肆无忌惮的行事，直到我来到湖州巡查，逐步解开了谜团。
至于刘传林为什么没有死，其实很简单，是莹玉救了他。莹玉？是的，莹玉使用密封剂，故意让刘查理看到，其实只是想让刘查理将自己的儿子赶出庄去，好让刘传林不要再纠缠于他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刘查理生性阴质歹毒，竟起了杀人之心。传林，明天一早，你陪为父去登翠屏山吧。好。哎，老爷和公子呢？怎么没有看到他们？啊，一早就出庄了。出庄了？做什么去了？听家人说，老爷让公子陪他去爬翠屏山。爬翠屏山？爬翠屏山。英玉察觉到刘查理要对公子下毒手，于是他命卫士们尾随而去。赶到翠屏山，可是他们已经来晚了，惨剧已经发生。然而刘传林却并没有死，悬崖边横生出来的枝杈减缓了他下坠的力道，因此他摔落在地，只是受了重伤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公子，我没有说错吧？丝毫无误。刘查理虽然阴质狠毒，但是传林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。他赶到崖下，悲痛欲绝，却忘了看一眼刘公子是否真的已死。而此事与构陷太子无关，只是中间横生出来的一个枝节。因此刘大并不知情，他看到传林血肉模糊，二人便都以为公子已死，于是便招人将尸体抬回庄内，用棺椁盛殓起来，放在了灵堂之上。于是便有了灵堂第一次闹鬼。怎么了？夫人，棺材里有声音呢。什么？当时莹玉觉得非常奇怪，出于对刘传林的愧意，他深夜率人来到灵堂，用药迷翻了守灵人，打开棺盖，发现刘传林竟然还有呼吸，而且双手在昏迷中不停地摆动，这也就是棺椁之中发出声响的原因。于是莹玉便将传林偷偷救了出来，换上了另外一具尸体。第二天，曾泰便得到了捕快的堂报，说县衙停尸间发生了盗尸案。阁老，您可回来了。曾县令，有事吗？是这样，今天早晨县衙捕快来报，说停尸间丢了一具尸体。什么？尸体？是，卑职觉得此事非同寻常，所以特来向阁老禀报。其实那就是莹玉的手下趁黑夜来到了县衙的停尸间，他们盗走了一具尸体，替换了刘公子，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。原来是这样。而你的失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，你自以为除了太子之外，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书的下落。可是你错了，刘传林并没有死，这使你功亏一篑。其实就整件事情而言，太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。一点不错，反正皇帝也不信任他，早就想废了他。我不过是顺水推舟，
替皇帝完成这个心愿罢了。本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：诱使李龟说出蓝山记的下落，而后命内卫写成供词，让李龟签字画押。只要供词到了皇帝的手里，那太子就完蛋了。于是我得到越王的财宝，而皇帝得到太子谋反的证据，这就叫各得其所。可没有想到的是，太子竟然自投罗网，来到了湖州。那是我写信请他来的。哦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发现，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太子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消息暴露，令太子落入你手，而你正苦于无法让李龟开口。太子落网肯定是让你喜出望外，于是你便做下了这样一个精巧的圈套，绑架太子殿下，诱使李龟说出蓝山记的下落，而后你故意把你们的落脚点告诉了曾泰，将我也牵连了进去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当我们进入小院之后，你便趁乱脱身，而此时皇上早已接到了你的通报，率羽林卫赶到，正好看到了所谓谋逆的那一幕。真是好毒的计策呀！但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，就在你觉得万事大吉的时候，我却在这儿等着你。那又怎么样？皇帝已经回京，听不到您这番言语了。而且您分析的再精到，推断的再准确，也救不了太子殿下的命了。你难道就不怕我把你的这一番言语上奏皇帝？看来大人还是不太了解皇帝，他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，一心只想废了太子，立武三思为嗣。如果你不知好歹把这番话上奏，立刻就会落个太子同党的罪名。所以我奉劝大人一句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大人，您不妨好好想一想，您现在抓了我又有什么用呢？您虽身为宰相，却无权处置内卫，所以您只能放了我。我可以杀了你，在这儿杀了你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人做事一定要有目的，您现在杀了我又有什么用呢？既救不了太子的性命，又不能挽回局面。卑职有个好的提议。现在越王的藏宝图就在我的手上，这笔财宝咱们21天作5，今天在场的诸位人人有份儿。卑职得到这笔钱以后，也不会再替皇上卖那个不值钱的命。您呢，替我做个假案，就说卑职在回乡途中饮酒过度，溺水身亡，这样我改头换面，隐匿民间，您还做您的宰相，我做我的富翁，从此再不见面。真是个好计策。包围蒙边，介绍兄弟。陛下，陛下，许士德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若不是狄怀英力请我留下来看一出好戏，我怎能知道内卫中
竟有你这样的败类！你为保私囊，巧言令色，构陷太子，拿着朕对你的信任当做阴谋的筹码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我应该怎么赏赐啊？啊！陛下，陛下，为这一念之差铸成大错，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饶命！将这条狗拖到庄外，五马分尸，尸体扔进山中喂狼。是。陛下饶命！饶命！陛下！饶命啊！陛下！饶命啊！陛下，这就是那本《蓝山记》。怀英，臣在。你们刚刚说的话，朕都听到了。你竟私自写信给太子，这是重罪。你是朝中老臣，连这一点也不明白？臣甘愿领罪，请陛下重处。好了，看在你破案有功的份上，此事就不再追究了。用许世德的话说，咱们君臣21天作五，我不赏也不罚，就这样吧。那太子呢？李显确实被冤枉了，但他私自离京，又是大过一件。用你口头宣旨，罚他不衣素食，闭门思过，无旨意不得外出。是。关于这件事，你们要守口如瓶，一旦传扬出去，今晚在场的人都难脱干系。是。圣上启驾。这回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了。大人，太子真的是你写信请来的？怎么，是不是卑职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笨？元芳啊，如果我不这么说，太子的罪过就大了。擅离京城，私会外臣，就凭这一点，就可以把他废了。阁老，在许世德身上只搜出了1份藏宝图，还有另外2份呢。这又将是一个永远的谜团。
队长，那边有灯火。上阳宫又闹鬼了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不要命了，那是上阳宫内的绝对禁地宝成殿，任何人私自踏入宝成殿，即时一步杀无赦。向东巡行。是。父亲、母亲、两位兄长、姐姐，你们不要客气，吃啊！好大的雨呀，好大的雨呀！醒了，皇上终于醒了。朕在哪儿？陛下是在寝宫中。朕这是怎么了？陛下又做噩梦了吧？春香，你是说朕在做梦？是啊，刚才陛下一直大叫有鬼，奴婢等这才斗胆将您唤醒。又是一个噩梦，奇怪呀，为什么这个梦如此的清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哟，李将军啊，是您呐，还没休息啊？睡不着，想跟大人聊聊。哈，给我吧，你去睡吧。哎。怪哉！狄春呐，你去看看李将军睡了没有？卑职还不曾睡。哦，是你呀！卑职冒昧，不请自来。哎，来得正好，我
正要叫狄春去叫你呢。你看看，这洛阳的雷电之月到了啊！这雷雨时下时停，真是恼人啊！元芳，这是剑南到益州、陇右到单州，还有河东到蒲州送来的公文，你拿去看一看。大人，此乃隔批公文，卑职看是否妥当？哎，无妨。朕的脉象有何不妥呀？并无怪异，只是皇上身体虚弱，心胆疲累，应当好好调养。你要说实话才好。陛下三脉虽弱，却未显急象，只是龙体羸弱，心神不定而已。那为何朕噩梦连连？这俗话说梦由心起，也许……什么梦由心起？明明是你无能为朕诊疾，却以此言来搪塞于朕。啊！微臣万死不敢搪塞陛下。此物从何而来？微臣不知啊。呈上来。是。大唐风春来，你竟敢带此逆物进宫，阴谋惊吓于朕，真是罪不容诛。陛下，此物并非是臣带进宫来。来人呐！来人！有！将此逆贼拖出宫去，乱刀分尸。陛下，臣冤枉！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臣冤枉！太平公主殿下吧？正是。听说皇上身体不愈，殿下特来问安。哦，那快进去吧。冤枉啊！臣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哎呀，公主殿下，救命啊！公主殿下，救命啊！是谁在呼救？回公主的话是太医风春来。公主殿下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要把太医拉到哪儿去啊？皇上有旨，将太医乱刀分尸。哦，却是为何？卑职不知，只是奉命行事。这样吧，先把风春来羁押在此，我立刻进宫面圣。公主，这是皇上的严旨啊。哼，是吗？那好啊，你们现在就把风春来拖出去分尸。这公主，方教廉，起轿。是。公主息怒。卑职遵命就是。这才是了，尔等在此候命。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风春来还没杀吧？怎么了？皇上不行了，快请翁太医回去看看。皇上，怎么一下子就发病了呢？不知道啊，公主殿下，刚刚还好好的，这皇上，你快醒醒啊！皇上，你都傻呆着干嘛？快去拿手绢，快去下堂！皇上，醒醒啊！皇上，醒醒啊！皇上，公主，您来了。春香，怎么回事啊？太医带来了一只翠蝉，皇上一见之下便……哎呀，公主殿下，这翠蝉不是我带进宫来的呀！好了，娘，凤太医还不上前替皇帝诊病？快！
啊！是鬼！是鬼！是鬼！贱人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娘，杀了你！娘，您怎么了？娘，娘，你是李贤啊？你要陷害我！你这个逆子！我掐死你！来人呐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皇帝，公主怎么办呢？皇上，我怎么知道？你是太医，赶紧想办法救皇帝呀！娘，要想让皇帝安静下来，必须用针。那你还等什么？公主殿下，众位，恕春来不敬，要用此针灸入皇帝头顶的百会穴之中。一旦皇帝苏醒过来，怪罪下来，请众位一力承担。救驾失大，如有罪责，我一人担当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娘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滴血雄鹰。是啊，剑南、陇右、河东三道，远隔千里，竟然同时发生如此恶性的凶杀案，死了70、80条人命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凶手。除了一只滴血雄鹰之外，各地官府在勘察现场的时候没有得到丝毫有力的证据。这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！公文中说，所有凶案的死者都是没有身份户籍的流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其中一定有蹊跷。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流人聚到了一起？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惨遭毒手？这只滴血雄鹰到底代表了什么呢？见效了，赶快用血檀粉化水，为皇帝服下。是。太医，怎么样啊？殿下，这一针只是暂时医治发病，恐怕要找一个根治之法，否则皇帝难过今晚。啊，把所有的太医都招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太医院中恐怕无人能医此疾呀。那怎么办？我想到一个人，也许他有办法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慢条斯理的说是谁？狄国老。狄仁杰？正是。狄公会治病？狄国老自有熟读医书药传，深谙诊病之道，尤其是对医治各种疑难杂症、毒血鬼术，更是颇有研究。从前我二人曾多次切磋，臣对他的学识见地深表钦佩。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姑且一试吧。如果能到案发现场看一看，或许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
现在恐怕不可能了。寻朝历，我虽身为宰相，但是却不能随意干涉外官办案。仅凭直觉，此事又是本朝的一大奇案。老爷，宫中内侍现在正堂，说皇上病重，请老爷进宫诊病。哦。大人，国老，公主，情况我都知道。国老，您看怎么办呢？不要着急，别急。三脉迟寇色结，此乃气血不畅，胸中凝阻，以致道声混乱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以针灸打开皇帝的胸塞，再以良药导引，此即可全。郭老师说，皇帝有救。当然，此乃惊恐忧思所致，不是什么大病。这就好了。那请国老赶紧给皇帝医治吧。取针来。是。有门儿。哎，怎么吐血了？公主稍安，这才是皇帝的病根儿。一口黑血吐出，皇帝这才算是有救了。看来皇帝已无大碍，我想再过一会儿，他就会醒来的。什么？皇上昨夜突发急症，恐怕是不行了。真是太突然了，怎么会是这样？皇上已过古稀之年，这种事本没什么值得奇怪的。倒是太子殿下要为今后做好打算呢。什么意思？殿下，吴三思一直垂涎皇位，欲置殿下于死地而后快。这个时候，要谨防他暗下毒手啊！梁王，李氏，出什么事了？皇上病危。哦，我看皇上就是能过了这一关，恐怕也挺不了多长时间了。梁王要为日后做好打算呢。
是我亲手赐给张怀太子李贤的。陛下，恕臣不敬。扶我起来。是。坐吧。谢陛下。太平公主一直在陛下身边伺候，刚刚是微臣叫她到偏殿去略事休息。难为她了。怀英啊，是，这次又是你救了朕的命。臣不敢贪功，太医封春来绝功甚伟，要不是他在陛下百会穴上下的一针，恐怕臣也无能为力。是朕冤枉他了。封春来现在何处啊？哦，他在太医院下方为陛下煎药。哦。陛下，臣听内侍说，这只翠蝉是封春来带入宫中的。李贤已经死了10好几年了，当时封春来还没有进太医院中，他怎么会有此物呢？是啊，此事确实有些奇怪。那么此物到底是怎么进入宫中的呢？是鬼，是鬼呀！鬼？李贤的鬼魂，他不肯放过我。几个月以来，朕几乎时时都被恶鬼所缠，恐怕这就是民间的信号，朕将不久于人世了。臣还记得太宗朝时，宫中也传闻闹鬼，于是就有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2公守门之事。臣记得敬德公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创立江山，杀人无数，岂有鬼在？太宗皇帝对此话是大加赞赏，这是何等的豪气！而今陛下身为君上，堂堂天子，竟会相信这等鬼怪邪说，这恐怕会令天下齿寒呢。要不是阴鬼作祟，这只翠蝉怎么会出现在朕的面前？而且，昨天晚上，朕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，应该说，不像是梦。哦，好像是真实的事情。可是朕醒来，却在自己的榻上。什么梦？朕看见莽氏站在朕的面前。陛下是说王皇后？是啊，她没有双臂，站在朕的面前，一句话都没有。常言道，梦由心生，陛下恐怕是忧思过度，故生异梦吧？不，朕知道，那绝不单单是一个梦，那是幽冥鬼怪在向朕逼命。怀英，你好像从来都不信幽冥之事。以臣愚见，那些都是妄人讹传，不足为信。朕记得处死皇后莽氏、淑妃萧氏2人之后，连续数年梦里皆有莽萧2人，
浑身沥血，长发披面，站在朕的面前，向朕索命。连续几年，朕都做着同样的噩梦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朕才下令，宫中任何人不许养猫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朕才下决心离开长安，久居神都。这些都是私言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怀英啊，如果真如你所说是望人讹传，朕怎么会连续几年都做同样的梦？陛下，可恕臣直言否？现在并无外人在场，你我就如朋友一般，单讲无妨。是，当年的事情，臣也听说过一些。陛下精于权谋，当年王皇后和萧淑妃二人之所以获罪，恐怕与陛下的谋略是分不开的吧？微臣失言。你说吧。陛下虽然是一代明君，但毕竟是女人，就心性而言，与世上女人恐怕也别无二致。当年杀死王萧二人的手法，可以说是残酷之极。臣听说陛下下令将二人手足斩下，手接在足上，而足又接在手上，然后将二人放入酒缸之内，慢慢泡制而死。如此死法，可谓是极尽凄惨之能事。二人身死魂灭，不足为怪，然陛下心中难道真的能够平静如常吗？当时二人的死状，陛下是亲眼看到的，真可谓是触目惊心呢。就像臣在断案当中也见过一些死状很惨的人，作为死者，身既已死，一切便都消失了。但是，对于看到死者的生人来说，却会产生一种想法：此人死得这样惨，会不会阴魂不散，前来寻仇？这样，白天既有所思，夜间便有所梦，醒来回味，便证实了先前的想法，认为是鬼魂托梦作祟。臣在断案中也时常利用人们这种心理，所谓审阴司、审鬼魂，其实都是无稽之谈，不过是一种心理战术罢了。陛下当年噩梦频频，我看不过如此，再加上陛下的女人心性，更容易相信鬼怪之事，这也就是陛下心中不能平静啊。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，但是翠蝉之事又如何解释呢？这是当年朕亲自赐给张怀太子李贤的，后来他死后，朕又亲自收回，锁在了上阳宫内。可是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在朕的面前？这确实是奇事一件，但是并不能说明一定是鬼魂作祟。难道就没有可能是人做的？人？谁？微臣不敢妄加推论，
只是凭多年断案的经验，觉得此事定有佞人从中为怪，利用陛下畏惧鬼神的女人心性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你不信鬼神，朕不怪你，但你说有佞人作怪，也不过是凭空臆断吧。刚刚你说女人心性，我还会有什么女人心性啊？从进宫那天起，我就不再是女人，一生都在政治漩涡中挣扎，见到的、听到的都是死亡、背叛和杀戮。我没有退路，只能一步步地向前走。最后我走到了尽头，即位登基，做了皇帝。从此再也没有人在我之上。其实在我向着目标前进的路上，已经失去了很多，但那时我至少还有目标，那是我奋不顾身也要达到的。当真正达到了，我觉得兴奋激动，毕竟我是第一位女君主，我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我傲视一切，天下在我脚下，群臣在我脚下。可现在我感到茫然，我在万人之上做了皇帝，让我得到了什么呢？陛下，您得到了天下。错了，我得到的是敌人。我的儿子成了我的敌人，我的兄弟姐妹成了我的敌人，我过去的朋友成了我的敌人，我不得不把他们从我的视线中一一清除出去。最后，我一无所有。如果说陛下杀燕王李忠是因他乃萧妃之后，为陛下所不能容，那么微臣到现在也不明白，陛下为什么要杀孝敬皇帝李弘和章怀太子李贤？这两位可都是陛下的亲生儿子。杀李弘是因为他私自为李忠收尸，我怀疑他心怀叵测。就因为这个？杀李贤的原因就更简单了，因为他误信人言，认为我不是他的生身之母，心生忧惧，写下了一首诗：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。一摘使瓜好，二摘使瓜稀。三摘犹为可，四摘报慢归。哼，好一个三摘犹为可，四摘报慢归呀！我的好儿子。陛下，据说章怀太子经常对身边的人说，陛下绝不会放过他，早晚会死在您的手里。哼！这等逆子，我还留着他干什么？叫邱神基立刻进宫。是。你们待在这里，我一个人进去传旨。是。李贤接旨。臣李贤接旨。这是皇帝让我交给你的。章怀太子是这样死的。是啊，
孝敬皇帝和张怀太子都是仁孝温和、利益良善的谦谦君子，如此无辜被杀，实在是令人心痛。冤鬼呀！怀英，在了。如果我死之后，你会怎么评价我？但说无妨。功过参半。满朝之中，也只有你敢这样说了。对面无君臣，微臣只当是朋友交谈。你知道我会怎么评价自己吗？如果要为自己立碑，我会立一座无字之碑。我要做一场大法事，超度那些亡魂。仔细搜查。是。到那边。好。往这边来看看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来。是。太爷，太爷，这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身份文牒。哦。江小郎，河南县江家庄人士，隋大业7年生人。太爷，在距此1里之外的官道旁，发现了一辆马车和车夫的无头尸体。哦，走去看看。是。来，搜查这边。来，就从里面仔细搜索。是。这边。往这边来看看。这边什么也没有。大人，皇帝的病怎么样了？皇帝无病。无病？是啊。那为何银夜招大人进宫啊？